你最近打开股票账户，是不是看着一路上涨的标普500和纳斯达克指数，心里却越来越慌？账户里的数字每天都在涨，但你总觉得哪里不对。你怕这是最后的疯狂，怕自己一进去就接盘，怕辛辛苦苦赚的钱转眼就亏回去。你身边的人都在讨论美股，都在说 AI， 但你越听越糊涂，越看越不敢动。如果你现在就是这种状态，那这个视频你一定要看完。今天我会把这次美股创新高的底层逻辑彻底讲清楚，你会明白这次上涨和去年那种只有7巨头独涨的牛市到底有什么本质区别。你会看到 AI 到底是怎么从一个只能讲故事的概念变成了真金白银的收入。你还会知道繁荣背后藏着哪些被大多数人忽略的致命风险，以及普通人现在到底该怎么布局才能既不错过行情，又不被高位套牢。讲到这里，我想先问问大家，你现在是已经满仓冲进去了，还是拿着现金在观望？把你的答案打在评论区，我看看有多少人和你一样。如果你也想把这个问题彻底想明白，先点个赞收藏一下，不然后面讲到关键地方，你可能真找不回来了。其实我身边很多做投资的朋友最近都有这种矛盾的心态，一方面指数天天创新高，不买怕踏空；另一方面估值已经这么高了，买了又怕被套。这种感觉就像你站在一个正在上升的电梯里，你知道它早晚会停，但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停，也不知道它停了之后是会继续往上，还是会直接掉下去。但你猜最奇怪的是什么？大多数人只看到了指数在涨，却没看到这次上涨的结构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去年这个时候，如果你买了标普500指数基金，其实你赚的钱几乎全部来自于7家公司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Magnificent 7：苹果、微软、谷歌、亚马逊、Meta、英伟达、特斯拉。这7家公司贡献了标普500超过90%的涨幅，剩下的493家公司基本没涨，甚至很多还在下跌。去年英伟达一家公司股价就涨了240%，Meta 涨了190%，特斯拉涨了100%，而标普500指数去年全年只涨了24%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去年没有买这7家公司，你根本跑不赢指数。甚至很多主动基金经理去年都跑输了指数，因为他们不敢把太多的钱投在这7家公司上。这就像你去一家餐厅吃饭，菜单上有500道菜，但只有7道菜能吃，其他的要么没货，要么难吃。整个餐厅的生意全靠这7道菜撑着。你说这种生意能长久吗？肯定不能。所以当时很多人说这是一个虚假的牛市，是一个泡沫，只要这7家公司一跌，整个市场就会崩盘。但现在不一样了，现在这家餐厅不仅那7道菜卖得好，其他的493道菜也开始有人点了，而且点的人越来越多，整个厨房都在全负荷运转。我给你看一个数据，这次标普500的财报季已经有超过81%的企业公布了业绩，其中81%的企业盈利超过了市场预期。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？过去10年的平均水平是67%，也就是说，这次的盈利超预期比例比历史平均高出了14个百分点。更重要的是，这次盈利超预期的不只是科技巨头，能源板块、金融板块、工业板块、消费板块，几乎所有的板块都有大量的企业盈利超预期。这就意味着这次的上涨不再是少数几家公司的独角戏，而是整个市场的全面开花，这才是一个健康的牛市该有的样子。很多人之前说 AI 是泡沫，因为只有投入没有产出，只有故事没有利润。但这次的财报季彻底打破了这个说法，因为有一家公司用一份炸裂的财报向全世界证明了 AI 已经开始赚钱了。这家公司就是谷歌。我想你应该还记得，上个月谷歌发布财报之后，市值1天之内暴涨了4200亿美元。4200亿美元是什么概念？我给你换算一下，这相当于1天涨出来一个丰田汽车，或者2个半宁德时代，或者3个美团。这是人类历史上单家公司单日市值增长的最高纪录。你可能会说，不就是一份财报吗？至于涨这么多吗？至于，非常至于。因为这份财报不仅仅是谷歌自己的胜利，更是整个 AI 行业的转折点。它标志着市场对 AI 的定价逻辑已经彻底变了。
在这之前，市场给 AI 公司估值看的是预期，看的是你未来可能赚多少钱，看的是你讲的故事好不好听。所以英伟达涨了10倍，因为它卖铲子，所有人都相信它能赚钱。但其他的 AI 公司，尤其是那些做应用的、做模型的，估值都很虚，因为没人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能真正赚到钱。但谷歌这份财报第一次向市场证明了 AI 不仅能讲故事，还能真金白银地赚大钱。那谷歌到底做对了什么？其实很简单，它把 AI 装进了自己最赚钱的业务里，也就是谷歌云。本季度谷歌云的收入达到了98亿美元，同比增长了28%，这个增速比上一季度的25%还要快，也远远超过了市场预期的25.5%。更关键的是，谷歌云本季度的运营利润达到了19亿美元，同比增长了120%，这已经是谷歌云连续第5个季度实现盈利了。而推动谷歌云收入和利润大幅增长的核心动力就是 AI。谷歌云的 CEO 托马斯·菲库里安在财报电话会上说，本季度谷歌云的 AI 相关收入已经超过了30亿美元，而且还在以3位数的速度增长。现在已经有超过60%的财富500强企业在使用谷歌云的 AI 服务。你想想，这是什么概念？在这份财报之前，市场上普遍的看法是，谷歌在 AI 方面已经落后于微软了。微软把 OpenAI 的 GPT 装进了 Office， 装进了 Bing， 看起来占尽了先机。而谷歌的 Gemini 发布的时候还闹出了造假的丑闻，很多人都觉得谷歌不行了。但这份财报彻底打了所有人的脸，它证明了谷歌不仅没有落后，反而在 AI 云这个最重要的战场上，已经和微软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。而且谷歌有自己的大模型 Gemini， 有自己的 TPU 芯片，有自己的搜索流量，有自己的生态，它的长期竞争力可能比微软还要强。我觉得这里最容易被忽略的地方是，谷歌的 AI 变现不是靠卖新的产品，而是靠给现有的产品加价。比如谷歌云给企业客户提供的 AI 增强版服务，价格比普通版高了30%到50%，但客户还是愿意买单，因为这些 AI 功能确实能帮企业提高效率、降低成本，这才是最健康的 AI 变现模式。不是创造一个全新的需求，而是在现有的需求上增加价值，然后收取更高的费用。这种模式的护城河比那种从零开始做新应用的模式要深得多。当然，谷歌的成功不代表所有的 AI 公司都能成功，但它至少证明了一点， AI 不是一个空中楼阁，它是能落地的，是能赚钱的。这就给整个市场注入了信心，让大家相信 AI 的故事不是一个泡沫，而是一个真实的产业革命。讲到这里，你可能会问，那除了 AI 之外，还有什么因素在推动这次美股上涨呢？其实这次美股能创新高，除了企业盈利的改善之外，还有3个非常重要的宏观因素在背后默默助力。很多人都没注意到这3个因素，但它们的影响其实比美联储降息还要大。第一个因素就是美国制造业的回暖。上个月，美国的 ISM 制造业 PMI 指数终于回到了50以上，达到了50.3，这是自2022年10月以来，美国制造业 PMI 首次重返扩张区间。你可能不知道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。PMI 指数是衡量制造业景气度的最重要的指标。当 PMI 大于50的时候，说明制造业在扩张；当 PMI 小于50的时候，说明制造业在收缩。美国制造业已经连续16个月处于收缩区间了，这次终于回到了扩张区间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，它说明美国的实体经济正在复苏。制造业的复苏会带动整个产业链的发展，企业会增加订单，会雇佣更多的工人，会投资新的设备，这会进一步拉动消费，拉动经济增长，最终反映在企业的盈利上。第二个因素就是美元的走弱。从去年年底到现在，美元指数已经从106左右跌到了现在的100左右，跌幅超过了 5%。 美元走弱对美股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利好，尤其是对那些跨国企业来说，因为标普500的成分股公司平均有 40% 的收入来自于海外。当美元贬值的时候，这些公司在海外赚的欧元、日元、人民币换成美元之后就会变多，这直接就会增加他们的利润。我给你举个例子，
假设苹果在欧洲卖了100亿欧元的手机，当1欧元等于 1.1 美元的时候，这100亿欧元就能换成110亿美元。当美元贬值1欧元等于 1.15 美元的时候，这100亿欧元就能换成115亿美元。也就是说，苹果什么都不用做，仅仅因为美元贬值，它的收入就增加了5亿美元。这就是为什么最近那些海外收入占比高的公司股价涨得都特别好。比如微软，它的海外收入占比超过了 50%， 比如可口可乐，它的海外收入占比超过了 60%。 美元走弱对他们来说就是直接的利润增长。很多人都在等美联储降息，觉得降息了股市就会涨，但其实美元走弱对美股的影响比降息还要直接，还要快。因为降息是影响未来的现金流折现，而美元走弱是直接增加现在的利润。而且市场已经把今年降息3次的预期完全定价进去了。如果美联储降息的次数少于3次，或者降息的时间晚于预期，那么股市反而可能会下跌。但美元走弱是已经发生的事实，它已经在实实在在地提升企业的利润了。第3个因素就是地缘政治压力的缓解。过去2年，地缘政治一直是悬在全球资本市场头上的一把剑。但最近几个月，我们看到很多地区的紧张局势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缓解。地缘政治风险的下降会提升全球投资者的风险偏好，大家会更愿意把钱投到股市里，而不是持有现金或者黄金，这也会推动股市的上涨。这3个宏观因素加上企业盈利的全面改善，再加上 AI 产业的落地，共同构成了这次美股创新高的底层逻辑。听起来是不是一片大好？是不是觉得可以满仓冲进去了？先别急，我今天不是来给你吹牛市的，我是来给你讲真话的。这次的牛市确实比去年的更健康，更有韧性，但这并不代表它没有风险。恰恰相反，现在的市场已经积累了非常多的风险，而且这些风险正在被大多数人忽略。我今天就给你讲3个最致命的风险，如果你忽略了其中任何一个，都可能让你在这次牛市里亏得血本无归。第一个风险就是高估值。现在标普500的动态市盈率已经达到了23倍，而过去50年标普500的平均市盈率只有16倍左右。也就是说，现在的估值比历史平均水平高出了 40% 以上。高估值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容错空间非常小。如果企业的盈利增长能够符合甚至超过市场预期，那么高估值还能维持。但如果一旦有任何风吹草动，比如盈利不及预期，或者宏观经济出现问题，那么估值就会出现大幅回调。我给你举个例子，2021年的时候，标普500的市盈率也达到了23倍左右，然后2022年美联储开始加息，标普500直接跌了 30% 以上，很多科技股甚至跌了 70%、80%。现在的情况和2021年有很多相似的地方，都是流动性宽松，都是科技股领涨，都是估值高企。唯一不同的是，这次有真实的盈利增长在支撑，但这并不代表估值不会回调。第2个风险就是巨额 AI 投入导致的自由现金流骤降，这是我最担心的一个风险，也是被大多数人忽略的一个风险。现在所有的科技巨头都在疯狂的砸钱搞 AI， 买芯片、建数据中心、招工程师，每一样都要花巨额的资金。这些投入在短期内是不会产生收益的，他们只会挤压企业的利润和自由现金流。我给你看2个数据，谷歌本季度的自由现金流同比下降了 15%， 亚马逊本季度的自由现金流同比下降了 20%。而这2家公司已经是 AI 变现做得最好的公司之一了。那些还没有开始 AI 变现的公司，现金流的压力就更大了。比如 Meta， 它今年在 AI 上的投入预计会超过500亿美元，这几乎相当于它去年全年的净利润。你想想，如果这些投入不能在未来2-3年内转化为收入和利润，那会发生什么？企业的现金流会枯竭，他们会不得不削减开支、裁员，甚至放弃一些 AI 项目。到那个时候，市场对 AI 的预期就会彻底反转，那些高估值的 AI 公司股价就会出现暴跌。这让我想起了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，当时也是所有的公司
都在砸钱搞互联网。大家都觉得互联网是未来，只要能抢到市场份额，现在亏多少钱都没关系。但最后那些没有盈利模式、现金流断裂的公司全部都破产了。只有那些真正能赚到钱的公司，比如亚马逊、谷歌，才活了下来，并且成为了今天的巨头。现在的 AI 行业和当时的互联网行业非常相似，未来几年一定会有大量的 AI 公司破产，只有少数真正有竞争力的公司才能活下来。第三个风险就是聪明钱的对冲行为。最近几个月，期权市场上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，保护性看跌期权的交易量创下了历史新高。什么是保护性看跌期权？简单来说，就是投资者为了防止自己的股票下跌买的一种保险。如果股票下跌了，看跌期权会给投资者赔偿抵消股票的损失。现在大量的机构投资者都在买入保护性看跌期权，对冲自己的持仓风险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这些聪明钱并不看好市场的短期走势，他们一边享受着牛市的上涨，一边在偷偷的为下跌做准备。你想想，如果这些机构投资者真的认为市场会一直涨下去，他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买保险呢？这三个风险就像悬在美股头上的3把达摩克利斯之剑，他们随时都可能掉下来，刺穿这个看似繁荣的牛市。讲到这里，你可能会问，那我们现在到底该怎么办？是该卖还是该买？我的答案是，既不要盲目追高，也不要完全空仓。现在的市场已经进入了一个结构性分化的阶段，不再是去年那种买7巨头就能躺赢的时代了，也不是那种随便买一只股票就能涨的时代了。现在最重要的是选股重于选时，你不要去猜市场什么时候会跌，也不要去猜市场还能涨多久，这些都是没有人能准确预测的。你要做的是找到那些真正有价值的公司，那些能够在 AI 革命中真正赚到钱的公司。那怎么找到这样的公司呢？我给你3个标准。第一个标准，看它有没有实际的 AI 收入，不要看它有没有 AI 概念，不要看它的 PPT 做得好不好看，要看它的财报里有没有明确的 AI 相关收入。如果一家公司天天说自己是 AI 公司，但财报里连 AI 收入的影子都没有，那它大概率就是在蹭概念。第二个标准，看它的自由现金流。AI 是一个烧钱的行业，但烧钱也要有个度。如果一家公司的自由现金流连续几个季度大幅下降，甚至变成负数，那你就要小心了，它可能会在 AI 的烧钱大战中先把自己烧死。第三个标准，看它的估值，再好的公司买贵了也是亏钱。现在很多 AI 公司的估值已经高得离谱了，你不要去追那些已经涨了10倍、20倍的公司，你可以去找那些估值合理、AI 业务刚刚开始发力的公司。这些公司的上涨空间可能会更大，风险也会更小。对于普通人来说，如果你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研究个股，那么定投宽基指数基金，比如标普500指数基金或者纳斯达克100指数基金，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。这样你可以分散风险，分享整个市场的上涨。如果你想获得更高的收益，也可以适当配置一些行业 ETF， 比如科技 ETF、呆 ETF， 但一定要注意，不要把所有的钱都投在一个行业里。除了选股之外，你还要注意分散投资，不要把所有的钱都投在科技股上。你可以适当配置一些传统板块的股票，比如能源、金融、消费，这些板块的估值比较低，盈利也比较稳定。如果科技股出现回调，这些板块可能会成为资金的避风港。还有一点非常重要，就是不要加杠杆。现在的市场波动非常大，加杠杆会放大你的收益，但也会放大你的风险。一旦市场出现回调，加杠杆的人很容易就会被爆仓。最后，我想再问问大家，你觉得接下来的美股是会继续创新高，还是会出现一次大的回调？你更站前者还是后者？把你的答案打在评论区，我们一起讨论。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，订阅一下我的频道。后面我还会继续拆解更多关于美股和 AI 的深度内容，帮你在投资的路上少踩坑，多赚钱。其实每一轮牛市都是一次财富再分配的过程，有人赚得盆满钵满，有人亏得血本无归，区别就在于你有没有看懂牛市的底层逻辑，有没有看到繁荣背后的风险，有没有做出正确的选择。这次的美股牛市已经从独木支柱变成了百花齐放，这是一个更好的时代，
也是一个更难的时代。好的是，机会更多了；难的是，你需要更专业的知识、更冷静的头脑，才能抓住这些机会。希望今天的视频能帮你更好地理解这次牛市，也希望你能在这次牛市里赚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财富。最后要提醒大家，今天讲的所有内容都只是我的个人观点和信息分享，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。投资有风险，入市需谨慎。如果你有任何投资方面的问题，一定要咨询专业的投资顾问，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出判断。